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9月13日啊！嗱，即係今日咧，我認為係一個寫進歷史冊嘅一天嚟嘅。點解咧？就係因為喺尋日咧，聯合國嘅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表咗言論。咁咧，佢就喺聯合國開會嘅時候，就係講咗香港嘅問題，認為咧香港黎智英案同埋鄒幸彤案咧係違反聯合國嘅世界人權宣言。呢啲係中國政府同埋香港政府咧係同意咗嘅嘢嚟嘅。世界人權宣言啊！咁佢係違反咗，係屬於任意拘禁。嗱，大家知道咧，聯合國咧係一個叫任意拘禁委員會嘅，咁所以佢哋咧係會列為任意拘禁委員會咧重點調查嘅地方嚟嘅。咁呢個聯合國嘅秘書長叫古特雷斯。咁有啲人一講起呢啲嘢嘅時候咧，就話：聯合國係受西方控制嘅，聯合國總部都係美國啦。咁啊，事實上就唔係噶。聯合國喺琴日嘅人權會議報告裏邊咧，重點討論嘅當然就係呢個嘅烏克蘭問題啦。以及係以色列問題喎。咁古特雷斯話自己聯絡唔上呢個嘅內塔尼亞胡啊，內塔尼亞胡拒絕同聯合國溝通而內塔尼亞胡咧喺呢個嘅巴勒斯坦地區咧就係侵犯大量嘅人權。咁事實上咧喺上個月咧8月份咧，聯合國嘅人權事務委員會咧係就英國嘅種族問題發表咗評論啊，認為咧英國政府係需要急切地改善少數族裔喺英國嘅受到嘅待遇，因為上個月就英國發生咗騷亂啦，大家知道啦，全國性嘅騷亂係幾日好似好嚴重咁係嘛，但係幾日就落咗幕啦。其實年初嘅時候咧，高級專員辦事處聯合國咧有高級專員辦事處同埋人權事務委員會。高級專員辦事處咧，除咗話就新疆問題、香港問題咧多次發表意見啦，喺兩三個月前咧，高級專員辦事處咧先至呼籲香港政府要無條件釋放被任意拘禁嘅人士。咁其實今年2月咧，高級專員辦事處就英國當時嘅保守黨政府係推行嘅盧旺達難民計劃咧，係表示咗譴責嘅，認為難民計劃咧送啲人去盧旺達咧係唔符合呢個難民公約嘅喎。咁所以認為咁樣係剝奪咗法院嘅審判權利喎，因為咧英國咧就有大量嘅難民，每日咧就係坐小船咧會上去英國嘅，每年咧係多達2-3萬人。咁呢個難民咧其實大部分都係經濟移民嚟嘅，因為點解咧？你如果真係難民嘅，你喺敍利亞或者喺伊拉克去邊度？朝鮮，咁其實你去到歐洲咧，你就已經可以有資格成為難民㗎嘛。但係佢哋去到歐洲仲要經過法國搭小船嚟英國，好明顯就唔係考慮難民嘅問題啦。因為難民你去到歐洲已經大部分國家咧係有接收難民嘅法例嘅。再唔係就去到呢個嘅布魯塞爾歐盟總部，咁亦都可以直接登記成為難民㗎嘛。咁但係仲要咁迂迴咧，係要經海路入到嚟英國，經法國搭船，咁呢個好明顯係經濟移民多過係難民。咁但係咧，當時保守黨政府就諗咗個方法，就要喺盧旺達度建立難民營，將嗰啲船民咧就遣送去盧旺達，喺盧旺達度審查，睇下邊啲先係真正嘅難民，邊啲係移民。難民嘅定義係咩咧？即係你喺國家咧係譬如話受到通緝，而呢個通緝咧係非法嘅通緝嚟嘅。係因為侵犯人權咧、人權鬥士或者係各方面嘅人物泄露咗國家機密而嗰啲國家機密咧係有公眾利益嘅，咁你咁樣申請難民就容易。但係事實上咧，大部分經濟移民咧係冇呢啲資格噶嘛，冇呢啲資格咧，佢哋就係嚟咗英國，然後英國政府要安置俾難民酒店佢哋住，要安排咧讀書俾佢哋嘅家屬，佢哋嘅子女。咁所以呢個對英國政府咧就造成每年數十億英鎊嘅經濟負擔啊。咁但係聯合國當時都評論英國咁樣做咧係違反難民公約嘅喎，你呢個安排咧係有問題嘅喎。咁所以咧唔好再話佢係美國嘅走狗，英國嘅走狗啦。就美國國內嘅人權槍擊問題或者係美國政府嘅執法嘅問題多次發表過評論。咁你話評論就評論啦，冇力嘅。咁呢個係事實，即係當年國聯對於日軍侵華都係無力阻止嘅。咁但係無力話無力，佢就係會記錄喺歷史嘅史冊，因為當年國聯聯合國嘅前身評論日軍侵華。918事變呢個7·7盧溝橋事變全部寫喺歷史冊，以後點樣評論當年日軍侵華嘅行為，唔會話佢係特別軍事行動喎，就根據國聯當年嗰個分析，呢個係領土侵略，係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嘅入侵。咁所以我相信今次聯合國對香港嘅評論100年後、200年後就會寫入史冊，就會成為咧呢個嘅歷史嘅定性啊。所以唔係話你點講，你點樣唱好個故事，點樣反駁隊就可以咧係做好喎。嗱，呢個咧古特雷斯咧
其實就係德高望重㗎。因為咧，你知道啦，古特雷斯佢係由16年開始咧擔任秘書長㗎啦。咁啊，而16年擔任秘書長咧，中國係作為常任理事國，中國係可以否決嘅喎，一票否決嘅喎。但係咧，中國係受意嘅，而且中國咧一帶一路國家咧喺即係聯合國嘅大會裏邊有極大嘅影響力，所以佢能夠當選咧，中國都係即係受意嘅嚇，至少係接受佢呢個人物。咁咧，佢係前葡萄牙總理，佢係葡萄牙人嚟嘅。喺95年至99年時期咧，就係做過兩件事。第一就係見證澳門嘅回歸。澳門回歸咧就喺佢手上咧係過渡嘅嚇。第二咧就係咧99年咧東帝汶啊脫離印尼獨立，因為咧75年嘅時候咧東帝汶咧就已經咧脫離葡萄牙獨立啦。咁啊當時2次世界大戰後咧全世界咧紛紛咧係即係殖民主義嘅退潮，東帝汶咧就獨立，結果獨立咗之後咧9日就俾印尼大軍咧就吞併咗嚇，即係東西帝汶咧就變成咗印尼嘅省啦。咁啊造成咗咧東帝汶咧獨立分子咧就長達20幾年嘅反抗喎，咁而印尼政府咧喺當地有血腥嘅管治，咁啊非常之恐怖。咁啊99年嘅時候咧，就由古特雷斯作為葡萄牙總理，以及聯同澳洲政府就派遣軍隊嚇，咁啊就係因為咧印尼咧就大規模血腥鎮壓，咁所以呢個嘅澳葡嘅聯軍啊就進入咗維持秩序。咁但係咧好可惜啊，就係因為印尼嘅亂政咧，令到東帝汶咧有30萬人啊係要成為難民去咗西帝汶度避難㗎，而且咧就係大部分嘅基建設施都破壞咗，所以東帝汶咧仍然咧係國際上咧世界上咧最窮嘅國家之一嚟。咁但係就喺佢哋嘅維持底下咧介入咗啦，咁然後聯合國咧就接管，聯合國咧就進行獨立公投，最終東帝汶咧就係獨立咗出嚟，所以古特雷斯咧被東帝汶視為咧係佢嘅國家嘅偉人嚟喎嚇，而呢個投票啊就係合法嘅投票啦。我成日講啦，唐代武則天嘅時期都有個講法，未經鳳台聯國就何以為戚？即係咧你冇一個合法嘅程序咧，嗰啲公投都係非法嘅嚇。譬如話呢個嘅俄國控制咗克里米亞，控制咗烏東領土、頓巴斯地區進行獨立公投，嗰啲公投咧係非法嘅喎。點解啊？因為咧投票又係你嘅人嚇，投票前咧你就可以大量移民入去投票。然後咧監票又係你嘅人，選票又係你嘅人，所有都係你嘅人。咁所以嗰啲投票咧就完全係冇代表性嘅。真正嘅投票咧就應該由聯合國軍管、軍事接管，或者聯合國授權其他國家軍事接管。然後就由聯合國監票。投票咧一定要合乎咧世界人權公約嗰個國際人權公約嗰個內容先至合法嘅。咁所以唔好再講烏克蘭啊、俄羅斯啲人投票啊、獨立啊嗰啲係完全亂笠嘅。咁所以講到台灣問題咧，小粉紅咧成日話喂要遵守聯合國喎，呢個嘅聯合國咧就係一個中國嘅原則喎。咁但係講到呢個香港問題咧，就可以唔遵守聯合國而家嘅評論㗎啦。聯合國咧係唔係普通嘅評論喎？佢呢個評論係經過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同埋人權事務委員會係得出嚟嘅結論，係經過詳細數年嘅調查。所以咧，作為呢個秘書長咧，先根據呢兩個會同埋辦事處嘅發表個報告而得出嘅結論。呢個結論必然咧係數百年後都會係刻骨銘心地寫入國際嘅評價裏邊嘅。咁佢點樣講咧？今次咧佢就話咧，鄒幸彤同埋黎智英咧呢兩件事啊，完全係違反咗呢個國際人權公約嘅。聯合國秘書長關注佢哋啊，甚至乎話咧黎智英嘅律師團咧係遭到人哋恐嚇喎。佢指出咗咧，鄒幸彤咧係屬於被任意拘留嘅，因為聯合國有任意拘押委員會、任意拘禁委員會，咁所以咧呢個就必然咧係會受到關注啦。黎智英受到恐嚇，聯合國嘅任意拘留嘅委員會嘅工作小組有報告啦，就指控咧港府係任意拘留。工作組咧有結論，同樣嘅結論。咁呢個任意拘留咧，有人發表咗意見之後咧，香港政府仲反駁隊喎，認為咁係藐視法庭喎，妨礙司法公正喎。咁如果係咁啦，而家咧古特雷斯就講咗啦，係咪應該拉佢咧？即係香港政府國安處應該係拉呢個古特雷斯然後通緝古特雷斯同埋呢個嘅人權高專辦以及人權事務委員會，係咪咁樣先符合香港政府講嘅有法必依呢個情況啊？佢哋就係咁樣啦。嗱，我就冇評論啦，我引述佢嘅意見啦。咁所以如果係咧，就拉佢哋啦。唔拉佢哋咧，就係自打嘴臉咯。咁唔通緝佢哋就自打嘴臉咯。
咁啊，當然啦，就係香港同嗰啲國家都冇引渡法嘅，同葡萄牙冇引渡法，同美國冇引渡法啊嘛。咁所以你可以拉佢，咁但係咧你可以通緝佢，但係引渡唔到佢過嚟啊，因為香港已經成為咗逃犯天堂啦。咁點解古特雷斯咁講咧？咁我哋一齊理順一下古特雷斯嘅睇法。嗱，因為咧古特雷斯就話佢係違反咗呢個國際人權宣言嘅，而基本法同埋特區政府以及中央政府都話要遵守呢個國際人權公約同埋世界人權宣言㗎。咁國際人權公約、世界人權宣言裏邊咧邊幾條咧？咁我就梳理咗下，睇咗聯合國嘅資料，第18條，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嘅自由權利。此項權利咧係包括改變佢自己嘅宗教同信仰。所以咧有啲國家咧就係咧。政教合一嘅國家咧，其實一定係違反世界人權宣言㗎啦。因為政教合一嘅國家好多嘅國民咧係不能脫教嘅，凡係不能脫教嘅組織咧都係違反人權嘅。任何人可以單獨或者集體、公開秘密地係以教義實踐禮拜戒律嘅模式去表達佢嘅宗教信仰喎。咁呢個唔係淨係講宗教㗎，就包括你嘅思想同良心係可以表達嘅，係可以任何人都係表達自己嘅政治意見㗎。因為第19條，人人有權主張發表自己嘅意見嘅自由，係冇得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嘅。中國大陸有法例就話剝奪人哋嘅政治權利終身，但係香港咧基本法就定明啦，有保障人哋嘅言論自由喎。所以坐監嘅人咧，佢唔可以唔俾佢發表言論自由喎。佢坐咗監，佢仍然可以寫信出去接受國際媒體嘅訪問。係咪啊 ？BBC、CNN 要嚟香港訪問鄒幸彤，你係唔可以唔俾佢嘅，唔可以話佢違反國家安全，但係你又唔俾佢嘅，因為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係寫得清楚嘅，係可以表達自己嘅自由嘅。呢項權利包括主張不受干預嘅自由，唔可以因為人哋嘅意見而去拉咗佢，唔可以話人哋仇恨、發表仇恨言論同埋煽動而拉佢嘅。咁唔係喎，有啲國家都有嘅，我講過啦，香港嘅仇恨煽動其實就係英女王時代。100幾年前嘅法例嚟噶嘛，喺6·7暴動之後，基本上就係廢除咗噶啦。佢名存實亡啦，可以咁講。咁而家突然間攞翻上個世紀，講緊60年代美國仲有種族分隔政策啊，講緊60年代咧，世界仲有好多國家咧，女性咧係唔可以出嚟做嘢嘅，仲用緊嗰啲時代嘅法例喎。咁但係咧，英國而家有冇煽動啊？英國都有煽動。你具體做出啲嘢煽動，譬如話你呼籲啲人聽日一齊去攻擊難民酒店，咁嗰真係煽動嚟嘅。但係如果唔係，你係發表一啲嘅評論，只係講意見，係冇邀約嘅，冇叫人哋幾時去進攻乜啲地方，去攻擊咩人，咁呢啲就係受到世界人權宣言、國際人權公約嘅保護啦。所以咧，唔好再混淆視聽啦。話英國都拉嗰啲煽動犯啦，喂，嗰啲煽動係真係煽動，煽動咧唔係純粹睇意圖，煽動咧仲要睇啦有冇具體嘅邀約，即係譬如話言論係唔應該受到自由限制嘅，但係誹謗就唔得㗎，因為誹謗咧你會實際造成一啲嘅傷害喎。係咪唔係發表意見咁簡單喎？譬如話你令到誤導市場信息股票咁嗰啲唔係言論自由嚟喎，嗰啲係具體嘅行為，係一種邀約。咁但係言論自由，譬如話我主張乜嘢，有啲人主張如何，要紀念乜嘢活動，咁呢啲係受到第19條嘅保護嘅。第20條啦，人人有權咧係和平集會同埋結社嘅自由。喂，你係有集會嘅自由，所以咧大部分嘅西方國家集會係唔需要申請嘅。當然，如果你集會嘅人數多過一定嘅人數咧，你就要申請啦。但係咧，而家香港具體嘅情況咧，就係用各種嘅理由係唔俾你申請、唔批、唔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啊嘛。咁呢個咪同20條嗰個有衝突咯，係咪啊？第21條啦，人人有權係直接或者通過自由選擇係代表自己嘅國家係治理本國嘅，即係有選舉嘅自由咯。每個人都有選舉嘅自由，而選舉嘅自由係人人有平等嘅機會參加，就唔會有啲人俾人剝奪政治權利嘅。每個人就算監犯都可以參選嘅，唔可以因為你過去嘅言論同政治嘅主張而被 DQ 嘅。呢個係違反世界人權宣言第21條嘅。第3，人民係有意志，而人民嘅意志係政府權力嘅基礎。呢個意志一定要定期同埋真正嘅選舉，要真正嘅選舉啊！咩叫真正選舉？後邊嗰句寫得清楚嘅，就係選舉要普及同平等嘅投票權，同埋不記名、相當嘅自由。所以當年戴耀廷就主張呢樣嘢啦。有啲人話：喂，呢個係西方嘅選舉，唔係喎，呢個係世界人權宣言嚟嘅喎。香港同埋中國係簽署咗嘅喎，世界人權宣言係同意咗嘅喎，基本法係同意咗嘅喎。
人人都有普及同平等嘅選舉，每個人都可以去參選同埋投票。如果你因為以往嘅言論 DQ， 或者因為有其他政治嘅立場而 DQ， 嗰啲就唔係普及同平等啦。咁所以每個國家都有唔同嘅選舉方法，譬如話英國同美國都有唔同嘅選舉方法，但係就要符合咧普及同平等，每個人都有自由去參選同埋投票嘅權利。如果有啲人係可以參選，有啲人係唔能夠參選咧，佢就違反世界人權宣言咯。所以你如何自己自圓其說係冇用嘅，一定係要符合國際準則嘅。而嗰啲國際準則咧，你要自己同意咗喎，尤其是如果你冇同意。咁啊冇問題啦，因為譬如話美國都有好多咧國際法嘅嘢佢唔同意㗎，係咪啊？美國係有好多嘅喎，咁但係你自己同意咗嘅喎。中國咧係積極推行啦，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啊自己講嘅，中國政府係積極推行世界人權宣言㗎，佢自己講咗，咁你就應該要同意㗎啦。呢個世界呢個嘅2023年12月6號啊，中國積極實踐世界人權宣言啊，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為世界人權咧係作出中國嘅貢獻，提供中國嘅方案喎。中國自己講咗㗎，習近平高調講咗話要維護以聯合國作為國際事務嘅準則嘅。而家聯合國嘅秘書長最高嘅領導人就對香港發表咗意見啦。當然啦，中國嘅解釋就話普及同平等，我哋都係普及同平等嘅。當然啦，蒙古人都可以話自己普及同平等啦。蒙古人統治嘅時期啊，係咪啊？就定咗4等人啊嘛。第一等人就蒙古人，第二等人咧就色目人。色目人即係眼睛有顏色嘅，因為蒙古統治嗰啲西域啊，或者係突厥啊，或者係各方面嘅人啊，波斯人啊，佢哋都俄國人啊，都有顏色噶嘛，眼睛。第二等叫色目人，第三等咧就係北方嘅漢人，就係以前金朝金國咧統治嘅人。然後最後一等咧就係南方人，就係南人。南人咧就係呢個南宋治下嗰啲人。喂，都係分4等嘅。咁當然啦，元朝嘅皇帝都係話，喂，我哋都係普及與平等嘅。咁你咁講信唔信啊？梗係唔信啊嘛，係咪啊？咁所以咧，古特雷斯嘅言論咧，我即係積極呼籲啦，香港警方同埋國安處咧，應該係要嚴正處理嘅。而家我轉印佢啦，我就即係認為係應該要發出通緝嘅。如果按照警方嘅講法叫做咩？有法必依，呢個係違法必究，呢個8個字啊嘛。而家咧佢就係對於香港嘅意見啦，係發出咗誹謗喎，發出咗呢個嘅惡意嘅評論喎。咁反駁隊唔係反駁就算噶嘛，係嘛？如果唔係就同自己講嘅有法必依，咪互相矛盾咯。咁變成咗民無信而不立咯。Anyway 咧，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希望大家喜歡啦 ，like、subscribe、share。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有今日講嘅文字版，有呢個嘅中國近代史課嘅獨家課堂，15蚊美元1個月咧就可以無限上課嘅。咁嚟緊咧，我9月最後一個星期咧就會推出台灣團嘅報名，就俾會員優先，會員報咧仲有 discount 添。咁希望大家可以join會員啦，多謝大家，拜拜。